我现在开着的是 2.0L Hybrid 版本的 Toyota Innova Zenix， 也就是第3代的 Innova。所以这台车子用的是 2.0L 的 Dynamic Force 引擎，再加上电动马达的这个混合动力系统，所以才油电混合。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先帮大家来复习一下关于这台 Innova Zenix。大家好，我是戴主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2.0L Hybrid 版本的 Toyota Innova Zenix， 它的售价是202千，比 2.0NA 版本贵了37000块，那个是165千。那我之前已经在Toyota的总部制作了一支详细的介绍影片，那今天这集我就主要会 focus 在它的驾驶体验，因为这是Toyota Malaysia第一款第5代的Toyota Hybrid 车型。那影片开始之前呢，我是戴主义，记得 follow 我的 YouTube 频道，也要感谢今天这集的赞助商。在迎接长假期到来之前，先提醒大家，当你在网上跨国购物的时候，很多商家、航空公司、租车公司、酒店、旅馆等都会根据你的 IP address 来提供价钱，有的国家会比较便宜，有的国家会比较贵。要怎么样买到便宜的东西呢？你需要 Surfshark VPN。作为全球3大 VPN 品牌， Surfshark 拥有超过3200个伺服器，遍布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那 VPN 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的缩写，一种在公共网络上模拟专用网络的网络。Surfshark 让你在外面使用 WiFi Hotspot 的时候更加安全，它能够隐瞒你的 IP address， 为你的 Internet 流量加密，更加安全。而重点就是 VPN 能够让你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绕过限制，突破围墙，浏览更多内容。而且 Surfshark 还确保你的流量不会被跟踪和记录，也不会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给出售。它适用于 macOS、Windows、iOS、Android、Chrome、Firefox、PlayStation VPN 和 Xbox VPN 等等。透过这个网址获得 Surfshark VPN， 输入折扣码 MyCarPlus 就可以马上取得独家优惠，外加额外6个月的免费使用期。Innova Zenix 呢，在车头就采用了 Premium and Tough 的设计语言，就是让它看起来不再像以前的 Innova 这样子。那配色的话呢 ，UNW Toyota 为这个 Zenix 提供的颜色都非常的保守，白色、灰色、银色、黑色，还有这个 Avantgarde Bronze， 所以这个同色已经算是整个 Innova Zenix 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个颜色。第2代 Innova 是基于跟 Hilux、Fortuner 相同的 IMV Leather Frame Chassis 平台打造，就是比较强调越野，而且是一个后轮驱动。但现在的第3代 Innova Zenix 呢，就是基于 Unibody 一体成型的这个车身打造，所以它采用的是 TNGA 平台，但不是 Camry 的 TNGA-K， 而是 Corolla 的 TNGA-C， 轴距加长到2850个 mm， 标准的 D segment 轴距。然后这个车子的价钱从165千到202千，所以202千可以动到 Mazda CX-8。Volkswagen Tiguan Allspace 等等，然后165千呢 ，X90 是卖152,800块，所以它又可以动到 X90 Cherry Tiggo 8，又可以一直打到上面去但是UNW Toyota称它为 MPV Multi-Purpose Vehicle，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叫它是一个 SUV 啦，因为车身离地间隙高达185个 mm， 已经比 CX-5 还要来得高。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个 TNGA-C 其实它就是 Toyota Nova 跟 Voxy 的兄弟 ，OK， 亲兄弟，只是不同的是它的车门，它不是 sliding door 侧滑门，它是普通的车门这样子，所以它又没有 sliding door， 车身又这么高，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 SUV 啦，只是它的第3排会比一般的 SUV 还要来得大，空间上面也是这样子。那刚才如果你有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到车头的 Toyota logo 背后并没有蓝色的边框，不像 Honda 和 BMW 这样子，你只能够透过这个 Hybrid 的名牌知道它是一个混合动力的 Innova Zenix。那作为最高配的车型呢，它用的是22550R18的 Dunlop 轮胎。车尾造型方面 ，Innova Zenix 看起来就比较保守一点。虽然已经用了很多的 Chrome 镀铬饰条，贯穿式的镀铬，但整体而言呢，它有点像是 RAV4。By the way，RAV4 已经没有卖了 ，Malaysia。
所以它整个感觉就像是一个拉长、更加四方的 RAV4 这样子。然后下面就用了防刮材质，整体上 Innova 还是 Innova。我们来看它的行李箱空间，透过车钥匙就可以打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van 车的优势了，因为这个开口面积相当大、相当低，即便在第3排椅背直立的情况下，这边还是能够放2个尺寸不小的 luggage。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它在这边提供了一个 headrest， 你可以插在这边。OK， 所以3个头枕就代表它的第3排是可以坐3个人的。Of course， 你要把椅子放倒也可以，你先把 headrest 拿出来。插回去，然后我们就这边推下去，这边再跟它推下去，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模式下，它就是一个4人座的超宽 SUV 或 MPV。我们来听一听开关门的声音。OK， 车门板的材质，你知道啦。2.0 liter 汽油版的是2+3+2，第2排可以坐3个人。这个 hybrid 版的是2+2+3，第2排只可以坐2个人，但是是 captain seat 独立式座椅，你能够将椅子滑到这么前、这么后，前后前 ，OK。然后当你滑到这么前过后，你把椅背往后倒，它可以倒，一直倒到第3排，看到吗？我印象中，之前我试驾过的那一些3排式 SUV 都不能够有这么大幅度的这个调整。这边还有一个扶手，给我们回来。然后除了这个前后滑动之外呢，你的这个地方放开来，你还可以拿上来，你还可以放2个杯架，放一些东西等等啦。所以是它其实它的 quality 当然不像 Alphard 这么高级，这么ADAS 有 Chrome 什么，但是就它给到你这个格局 MPV 要给到你的东西。然后另外还有2点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一个冷气空调系统是在这边调整风扇大小，但出风口不是在这边，出风口在上面，这边有一个，后面有一个，第3排也有冷气出风口。那放在上面的好处非常的多，像如果你放 baby car seat 的人，你就知道，如果你冷气出风口放在这边，你的冷气是拿来吹 car seat， 不是拿来吹 baby 的。你放在这边，不管你 rear facing、front facing，baby 都能够吹到 aircon， 所以放在上面的冷气出风口是非常非常的好的。Of course， 这边有一个黄色的阅读灯这样子。然后第2个就是它的地板是平的。这个在 SUV 身上是很少见到的啦，就是从第2排到第3排都是平的，你能够从这边通去第3排，而不会像 X90 还是其他的 SUV 这样子，它会这样子下来，它会有一个高低不平这样子，它是平整的，所以在空间的灵活性方面，它做到非常的好。那讲到设备的话，举头3尺，有一个玻璃车顶，但是这个玻璃车顶是。我过去几天看了很多有车顶的、有玻璃车顶的车，这个是最没有顶的了。你可以 feel 到那个热量，懂吗？真的是很热，好像就是一层薄薄的纸顶在你上面罢了。当然它是可以关的啦，你这边按下这个 button， 可以，你就可以关闭了。你关了过后，它这个透光率是闪了的，它不是那种薄一个薄纱这样子，还有一点光透进来没有，就是直接没有掉了的。然后它的这个灯光的话也是。可以透过这边去 control 它的东西，而且下面有2个 USB Type-C 的接口。我刚才手机刚好20%，加一下就40-50%了，非常非常的快啦，快过 Type-A 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看它的第3排空间。OK， 这个椅子是可以放到倒吗？不能，它已经推到完了，我们就把它推去前面。OK，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就是我用来上下出入口啦，这边。中间有通道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在不移动这个椅子的情况下，从中间走过来第3排的位置。可以，我刚才已经推到很厚，我现在把它往前移这边就有一个 handle 了，可以这样子，轻一点点，比较好讲话。OK， 我的头顶是动到这边了的，因为我的背后是。被这个 headrest 给挡着，所以这个时候是直到差不多是直那种了。然后你可以把椅背往后倾倒，哇！我的后脑勺已经冻着这个后挡风玻璃这样子了。所以你看，
我知道 Innova Genie 对我自己来讲啦，它很多材质我不是很喜欢啦，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它真的是可以给到你这个便利性，你知道吗？椅子可以滑前滑后，然后可以往后倒。你看第3排可以坐3个人呢，你看到吗？刚才我讲了，这边3个 headrest 可以坐3个人了，然后你还可以去调整这个椅背，放到这么斜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不要载行李的话啦，它真的是可以给你载7个人甚至8个人都没有问题的。我身高是178cm，然后冷气出风口调过来后面。OK， Type C 的接口没有，杯架那边有一个12V 的 socket， 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没有得嫌了啦。如果你就它这个MPV 的 character 来讲，Start engine。严格来讲 ，engine 还没有启动，可是冷气已经在操作，因为它是一个 hybrid， 后面有一个电池能够去供应灯光、空调、音响等等，而不需要惊动到它的引擎。说设备的话呢，因为这个汽油版跟 hybrid 版都是 2.0V， 所以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没有的啦，除了一些设备powertrain 之外，所以这一块荧幕支援 wireless Apple CarPlay、via Android Auto。你可以用 Google Map、用 Way、用 Spotify 等等都可以，但这一块荧幕它完全调整不到车子的功能，它就单纯只是一个娱乐主机，然后它是一个悬浮式荧幕啦，不是一个电视机的壳这样子，所以看起来还可以。那你说很好看，像素很清幽就普普通通啦，至少你要用的东西它给你。然后这个电子仪表板呢，旁边有2个转速表给你知道你的油表，你的这个温度计。还有你的车子是属于 charge 还是属于 power， 中间是一块很大块的这个显示屏，这样子可以给你调整车子的大小东西，非常典型的 Toyota 的这个设定。然后这个车子是第一个有 Toyota Safety Sense 3.0 车型的 Malaysia， 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更加先进的 DRCC 跟车等等，你可以去系统里面调整。我对它的评价就是因为它是。其实如果你买165千没有问题，165千这样的设备，2个推的4个 speakers、6个 speakers 没有问题。可是因为这个 hybrid 的关系，它已经把价钱 bump up 到202千了，所以202千这个椅子只可以前后椅背的倾斜程度没有 lumbar support 没有，然后这个副驾驶座椅是手动的，更不要讲什么 memory seat 记忆座椅虽然它有360度镜头，但是我觉得。椅子 lumbar support 跟 memory seat 这个很重要啦，对我来讲啦，如果我要 spend 这个钱来讲，我觉得要给这个东西。它好就好在它用的是 auto brake hold， 而不是像 Corolla Cross 那个 foot brake。然后 telescopic 它也给你拉前拉后、推前推进去、上下都可以给你调整。所以你说它很高配吗？它在高配跟它同时存在的高配跟低配的东西啦，我只可以这样讲。在我试驾这个 Innova Genie 之前呢，我对它抱有很高的期望，我自己很期待试驾到这台车子。那重点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 Innova 还是它是 Genie X， 而是因为这个第5代的 Toyota Hybrid 系统。我们都知道，在过去有一阵子政府给予所有的 Hybrid 车子免税，在那个空窗期里面，我们看到 Pure C 如雨后春笋般的，包括 Honda Insight。那个时候的 CV、IMA Hybrid 都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所以在那几年里面，马来西亚市场还有 CT200 都一直有大大小小的 Toyota、Honda 的 Hybrid。过后政府就关门水喉锁了，说只有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 Hybrid 车型才可以获得 Tax Rebate 税务回扣。所以自此之后呢 ，Toyota Hybrid 在马来西亚可以说是销声匿迹。无论你从泰国进口，你从日本进口。它就是贵，它不能够跟那些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对手来 fight， 所以一直到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在去年我们看到了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Hybrid， 也象征着 Toyota Hybrid 的回归。但 Corolla Cross 呢，那个是第4代的 Hybrid 系统，然后它用的是 1.8 L 的自然进气引擎搭配 Hybrid 系统，可是这个呢是 2.0 L 的 Hybrid 系统。就像我们之前在 Honda 有示范过的，我们都知道引擎的输出功率大小会直接影响整台 Hybrid 的行驶体验。像 1.5 EHEV 跟 2.0 EHEV， 天差地远，2个是不同的故事啊。虽然都是同样的马达，同样的 output 差不多，但是因为引擎更加有力，
跟电动马达可以相辅相成，就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局面 ，win-win situation。可是，在Toyota身上会不会这样子？这个1.8L的 hybrid 跟2.0L的 hybrid 会不会有说差到很远那一种？我觉得它的距离就不像Honda 的 e:HEV 差到这么远啦。Of course， 2.0L的这具引擎本身就有152个 PS， 188个Nm，比那个 1.8L的 Corolla Cross Hybrid 有力。然后它的 Hybrid 电动马达也能够提供113 PS 跟206个Nm。那我们都知道，当电动马达在起步加速的时候，它的扭力是瞬间扭力，它会瞬间让你忘记掉车子有多重。然后综合的马力是186个 PS， 所以总的来讲 2.0 HEV 还是比 2.0 Petrol Engine 还要来的怎么讲？还要来得快，起步加速动力等等。当然，我觉得其实 2.0L 的那个版本也不错了的，因为那个就是 UX200 的动力，还有 Harrier 的动力，就是 2.0L 的 Dynamic Force 引擎搭配 Direct Shift CVT 变速箱，所以不会说哇 Hybrid 就比那个 Petrol 的好很多。当然，我们讲这个efficient 来讲，效能来讲，当然是这个好很多，因为这具 2.0L 的引擎呢，代号是 M20A FXS，OK， 所以这个 2.0 不是那种旧引擎还是什么，它是热效能高达41% 的新引擎来的所以不是说只有 2.0 汽油版的才是 Dynamic Force， 这个 2.0 Hybrid 不是。它同样也是 Dynamic Force 有 14.0:1的这个压缩比，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引擎。所以讲了这些关于 Hybrid 的期待之后，回到这台车子本身，我驾了 Highway 小路 Corner 交通阻塞等等过后，它的结论还是5 out of 10。这台车子呢，跟旧款的 Hybrid 不同是它有 EV Mode 所以当你的电池够电，你可以按 EV Mode， 所以在 EV Mode 的模式下，引擎就不会启动。我们现在踩油、踩电 ，OK。当你的电门像你在上坡的时候，你的油门稍微大力一点点，它就会让引擎来 kick in。然后在 EV 模式下，你不能够超过60 km/h， 所以你一到61、62，引擎就去介入它。所以我觉得这个 EV Mode 有一点想要博那款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你很难启动它啦，你就 forget about it， 你就不要管这个 EV Mode 的 button 了，你就驾就对了。几时它要用油，几时它要用电，几时它要油电混合，它要怎样混，它要怎样合，你就不要管它了。当然，这边透过这个 TFT 显示屏，你可以去看到，像这个时候，特别是在你松开你的油门，你在减速，你在下坡的时候，它就是利用前轮滚动的扭力来帮座椅底下的电池充电 ，charging，它就一直 charging。所以我觉得 Hybrid 它的重点是在于节能，在于节省。因为如果你驾汽油车，你下坡就下，你 brake 就 brake 了的，你每一下 brake 都是浪费掉的。可是 Hybrid 就能够利用下坡、松油、收油、减速各种的能量回收系统去帮你的 battery 插电，必要的时候再让你的电池来驱动车子，或者双管齐下 push。这个 Toyota 的 2.0 HEV 跟 Honda 的 2.0E HEV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character， 虽然都是 hybrid， 都有类似的这个 series parallel 的作用，但是你真的驾过，你只要驾1分钟，你只要驾30秒，你只要驾10秒，你只要驾5秒，你就知道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他们的整个 philosophy 是不同的啦。那 Honda 就是强调 power，power of dream， 我要很快，我要起步加速，瞬间扭力。那 Toyota 强调的就是安静节能，也没有安静啦，就是这个感觉不同啦。Of course， 你觉得不够力，你可以将 Drive Mode 切换去这个 Sport Mode， 踩油。OK， 我割到它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它讲求的并不是爆发力、贴背感，而是这种 smooth。compared to Direct Shift CVT， 你在踩的时候会拉到很高转，这个你踩。
有力吗？有力。够力吗？够力。但你不会知道 RPM 到底有多高转，因为他没有给你看 RPM。通常 Hybrid 车子或者 PHEV， 你都不会看到这个 RPM 了的啦，就是只是给你看几时在 charge， 几时放电几时回电，几时供电，可能。听姐，我觉得相较于 2.0 Hybrid 的动力系统呢，它比较输一点呢，就是它的底盘，因为它虽然轴距已经长达2850个 mm， 是一个 D segment 呢，比 X90 长了，但是它这个是 TNGA-C 就是 Corolla Cross 的底盘平台来的。那用 Corolla Cross 的底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它后面是 Torsion Beam 非独立的这个扭力梁悬挂，而不是 Toyota Sienna 那个是 Multi-Link， 也就是跟 Toyota Camry 一样的平台那一个，所以你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一个拥有 D segment 轴距的 C segment 平台呀。所以如果你这样来理解的话，你就也不能够对它抱有太高的期望，因为呀，它就是要在这个价位给到你这样子的 package。当然 of course 我知道你对 hybrid 有很多的疑虑，那UNW Toyota给你8年的 hybrid warranty， 不是 battery warranty 啊，那个 battery 你可以去延长到10年，从8年延长到10年，然后它的这个8年的 unlimited mileage warranty 是包括了它的 ECU它的电池等等，而不只是电池而已呀。如果你平时驾这个Innova Zenix 呢，你都是以市区行驶为主，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它的这个 Hybrid 它不是给你来跑快高速行驶，它是给你像，比如说等红绿灯 ，Auto Hold， 你可以等60秒的红绿灯，引擎不会启动 ，Aircon 继续吹，音乐继续听，灯继续亮。你等90秒，哪怕你等1分钟到2分钟之间，引擎都不会睡醒。OK， 我现在有灯。Turning radius 非常非常的好，还有多。车重是1685公斤，比2.0 Petrol 版本的重了大概90公斤，还好啦，90公斤，因为它是 hybrid， 它不是 plug-in hybrid。通常 plug-in hybrid 呢就会多一个300到400公斤这样子，90公斤不痛不痒，又有206个 Nm 的瞬间扭力去抵消掉它，所以你不会 feel 到车子重。只是 TNGA-C 还是 TNGA-C， 它欠缺了稳定性。再来车子的隔音水准方面呢？就跟 Corolla Cross 一样这个 door visor bottom steam 懂吗？我该走高速也是跟 Corolla Cross 一样，没有 Corolla Cross 那个还没有那个声音，不需要啦，下雨就淋雨啦。我觉得这个东西，但是你拿车可能他就送给你了的啦，自己拆掉好了，拆。很难去形容啦，所谓的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你如果只是驾过它，或者驾过1、2个对手，你觉得它很 OK 了。但如果你看的车多，所以有时候我的意见你知道吗？你看的车太多，你很难就一般大众的这种，对很多人来讲，这个车已经绝对顶呱呱 top notch 很顶了的，就是165千、202千，哇，都有大的，你知道吗 ？TNGA MPV 没有得想了。可是我真的觉得它，你要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啦。所以关于这个 Innova Zenix， 你还有什么样的疑问，也欢迎在留言区我们一起来讨论，我来为大家解答这样子啦。因为最重要是最后还是要看你买这台车子，你的使用条件、你的驾驶习惯、你的使用环境，驾的人是谁，是查某、是阿妈、阿公、安弟还是安哥，每个人都不同。我觉得这个空间机能没有问题，设备有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可以你在走 highway 的时候，它可以自己帮你驾，半自动啦，你可以动到线摆回来，自动跟车自动巡航，全部都有360 camera， 你看得到周遭的东西椅子可以倾斜等等，整个 package 是非常的好。然后燃油效益的话，它也非常非常的省油啦。然后我刚才一start车的时候，备选上一个驾这台车子的人，
大概油缸52 L 可以走650公里。我是戴主义，喜欢影片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看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在迎接长假期到来之前，先提醒大家，当你在网上跨国购物的时候，很多商家、航空公司、租车公司、酒店、旅馆等都会根据你的 IP address 来提供价钱。有的国家会比较便宜，有的国家会比较贵。要怎么样买到便宜的东西呢？你需要 Surfshark VPN。作为全球3大 VPN 品牌 ，Surfshark 拥有超过3200个伺服器，遍布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VPN 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的缩写，一种在公共网络上模拟专用网络的网络。Surfshark 让你在外面使用 WiFi Hotspot 的时候更加安全，它能够隐瞒你的 IP address， 为你的 Internet 流量加密，更加安全。而重点就是 VPN 能够让你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绕过限制，突破围墙，浏览更多内容。而且 Surfshark 还确保你的流量不会被跟踪和记录，也不会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给出售。它适用于 macOS、Windows、iOS、Android、Chrome、Firefox、PlayStation VPN 和 Xbox VPN 等等。透过这个网址获得 Surfshark VPN， 输入折扣码 MyCarPlus 就可以马上取得独家优惠，外加额外6个月的免费使用期。最后再补充一下 Innova Zenith 在高速行驶时候，它的风噪声如何？现在是120。眼见为凭，自己听啊。我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再快一点。That's it.